各位教导们好，飞行真男人来了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套件之一。在这个模型上面能看到非常多极具战斗机的设计。另外还有一台同样拥有丰富战斗机设计的，是出自机动战士高达 W 里面的艾亚丽丝。不过那台机体就只能是怨念了，只在2013年的 R 魂上出过拼装版，那真的是有生之年系列了。因为出于对这个模型的钟爱，这次制作就多加了一点细节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天线这里在打磨过后，发现还是差一点意思，用鎏道板做了一个加大处理，头顶的大光头就参照了扭蛋头的刻线，先用笔画出大概的线条，再贴上刻线胶带去刻出来。眼睛这里因为冒烟的关系，不能直接用水晶贴，我这里先用3毫米钻头钻了一个深坑，然后再装上去。老虎的嘴巴比一般的扎古要长，这里我就添加了一个铰链细节，让嘴巴看起来没那么长。网飞新出的高达复仇的安魂曲，不知道大家看了没？抛开剧情不说，里面扎古的有些设定我还挺喜欢的，就比如头部这个传感器这个设备，我在一些战斗机的头部也有看到。有了解的小伙伴能说说这个正确的叫法吗？这里我就用流道上的水口找一个差不多的结构，试着自制了一个。剪下来后用钻头打上孔，打磨平整后装上去，感觉还不错。胸部这里的没有做太多的分割的刻线处理，主要是一些刻线伸延以及凹槽，让整体细节丰富一下。在两边胸甲的下方还用胶板做了一个护甲的细节。胸甲的上方也用胶板做了一个落差处理。驾驶舱的位置添加了一些铰链细节，看上去驾驶舱门打开的方式明确一些了。裆部这里除了添加刻线，我还用了扎带仿照 GK 做了一个散热的细节。侧裙甲用胶板做了个6边形贴上去，让本来的结构看上去更加立体。两侧机翼添加一些平行刻线，看上去就更加有战斗机的感觉。手部的细节主要集中在飞虎的标志性肩甲上了，这里的刻线主要就是复刻 GK 的刻线。因为引力这套飞虎肩甲上的圆形细节有些变形，这里我用胶板把它覆盖掉，再打孔，然后用鎏道做了螺钉的细节粘上去。在手肘的位置添加了一组刻线做分甲的设计。飞虎的腿部本身就已经非常有特色，这里就主要是用刻线去做分甲的设计，先用笔画出刻线细节，然后贴满刻线胶带，一边刻一边撕。剩下的就是一些很基本的细节添加。其实这次制作的详细的细节我都有拍下来，但剪视频的时候发现内容看起来太枯燥，这里就不多展示了。接下来就是涂装了，主色是用白和蓝以5:1的比例调出来的浅蓝色，因为是浅色的关系，最少要涂3层以上，加上本次细节刻线不少，怕多次涂装掩盖刻线，就特意的把漆的浓度调得低一点，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因为漆太厚把刻线填没，但这样遮盖力变差，就要多涂几层。涂装的手法就是顺着一个方向涂，详细的涂装问题可以参考我上一个视频。
腿甲大面积的涂装，这里就使用了海绵打法，在一些大平面上涂装真的非常方便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留言区里说一下，往后的话我会专门出一期视频详细说说。一些覆盖力差的地方以及凹陷的位置，就是记得适当的去调整一下涂装顺序。骨架以及一些深色的零件，这里我用了德国灰。裙甲的深蓝色用蓝色和黑色调出来，比例是6:1。在一些需要分色的地方，本来直接手涂就可以，但是最近手比较抖，怕涂出界，就用了遮盖带做了保护。色差分色的地方，我用蓝和白以1:1的比例调了一个较为浅的蓝色。在涂装完毕后，在渗线之前，最好用喷挂喷上一层光油，这样渗起线来会更加顺滑。贴水贴也不怕软化剂腐蚀。最后，我们来看看成品展示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视频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多多一键3连支持一下。有什么意见或者想了解的地方，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。